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10个魔术揭秘。香烟的嘴为何会不停调换位置？被咬断的硬币是如何复原的？人体悬空术是真的吗？易拉罐又是怎么稳定在一张扑克之上的？甚至女孩的躯干莫名的消失掉是如何做到的？今天阿军全都给你一一揭秘，点赞订阅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第10，香烟魔术。这段视频想必你应该不陌生。他将烟嘴送到自己嘴里时，突然烟嘴调换了位置，出现在了末尾。不论他尝试多少次，烟嘴总会调换位置。现场评委和观众对此也十分的不解。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个把戏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其实秘密就在于香烟本身上。你可以仔细看，他变戏法的时候几乎是把烟静止拿着，不会旋转。那么问题就出在这里，让我们揭秘它吧。首先你需要把香烟完全掏空，包括烟嘴里的棉，然后把烟纸剪成2半，再把普通的纸做成类似香烟的卷状。接下来就简单了，把烟嘴的纸贴到普通的纸卷上，这样整根假烟的2端都贴有酷似烟嘴的图案了。只要保证镜头始终垂直对着图案部分，那么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快速转动香烟。在这样快速的手法下，就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实现这个精彩的魔术了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去试试吧。第9，水上行走。这个魔术师即将上演一场神迹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脚踏在水面上，一个观众从他脚下游过。这确实非常不可思议，不是吗？当那位女士再次从下方游过时，魔术师继续直走，穿过水面。周围的观众们无法置信，他已经走到一半，还在继续。看起来没有合理的解释，能说明这是怎么做到的。虽然他的步伐看起来蹑手蹑脚，但他的确走到了对岸。难道人类也可以像蜥蜴一样在水上行走了？让我们来戳穿他的把戏吧。其实秘密很简单，因为水下放了东西，它才能如履平地。那么为什么看不到呢？主要在于水下放置的是透明的玻璃材质，再加上摄像机特定的拍摄角度，就会造成无法看见的错觉。但随着摄像机角度的变化，有机玻璃就变得可见了。当然周围的人也都是请来的观众，他们假装看不见而已。这种透明的桌子很宽，足以让普通人安全地在上面行走，而不需要担心跌落水中。所以魔术有时候就是科学和想象力的碰撞，你说呢？第8，变鸽子。达西·欧克在英国达人秀上展示了一个魔术，他从燃烧的羽毛中变出了鸽子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关键就在于他手里拿着的纸，那是一种特殊的纸，名叫闪光纸。这是魔术师常用的道具，用来制造大面积的火光，以遮掩那些快速的动作，让观众产生错觉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闪光弹，造成观众的视野盲区，从而他可以把袖口里早就准备好的鸽子变出来。实际上并没有魔法，只是动作够快而已。第7，咬断硬币。在这个魔术中，魔术师从女士那讨要一枚25美分的硬币，然后他把硬币拿到嘴边。令周围所有人震惊的是，他竟然咬下了硬币的半截。这还没结束，紧接着他把嘴里的那半枚吐到硬币上，硬币突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真硬币被他替换成了魔术道具。这枚硬币实际上是可以折叠的，所以它看起来像是硬币的一半消失了。他秘密地把原来的硬币换成特制的道具硬币，然后假装在咬它，而实际上他只是折叠了它。然后他向人们展示假硬币，再假装把咬掉的那部分吐回去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只要有道具，有手就行。第6，美女浮空。我们经常见到美女在一块木板上空中漂浮，
为了向观众证明周围没有绳子或杆子支撑，魔术师用铁环绕着转一个圈。它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其实不是的。其实木板是有机器支撑的，从而使木板能够悬空。当魔术师站在机器正前方，正好能将连接的柱子隐藏起来，而魔术师脚下有按钮，能控制木板运动。他用圆环做样子证明的时候，也因为圆环足够大，再加上特定的轨迹，刚好错开了连接的柱子，所以根本就没有魔法，只是骗局罢了。第5，香烟穿纸牌。别眨眼，接下来你会看到一根正常的香烟穿过完整的扑克牌，穿过后扑克牌竟完好无损。猜到它是怎么做的了吗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扑克是提前被穿孔了的。那么它又是如何让牌看起来是完整的呢？这里需要用到2张牌，一张牌提前穿孔，而另一张牌则剪掉部分，贴在穿孔牌的下方，花纹完全重叠，这样就看着像一个整体。再用透明针线缝合，加上橡皮筋，做成可活动可拉扯的装置。这样当香烟穿过时，拉扯下方的纸牌，孔洞就出来了。同理，穿透后放开手指，纸牌就会自动复位，看起来就像完好如初一样。你学会了吗？赶紧在你朋友面前秀一波吧。第4，不可思议的平衡。让瓶子或罐子站在卡片上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魔术，但其实这个魔术3岁小孩也能做到。让我们来揭开这个看似神奇，实则无比简单的操作吧。当你查看卡片的背面时，其实是2张卡片粘在一起的，打开一张就形成 T 形，这样就很容易让罐子站在卡片上了。第3，嘴里的戏法。注意看，魔术师先吞下了评委的戒指，然后给了评委一个锁，确定锁好后放进自己嘴里。接着魔术师又把锁的钥匙放进嘴里，所以魔术师分别吞下了被锁住的挂锁和钥匙。然后好戏来了，他把挂锁呕吐出来，而挂锁里面锁着的竟然是评委的戒指。过后他也呕吐出了钥匙。那么锁是如何在他的胃里将戒指锁进挂锁的呢？其实他耍了个把戏，他并没有在胃里解锁的能力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魔术师拿走评委的戒指时，他偷偷地将戒指放进另一个隐藏起来的挂锁中，这成了魔术关键的一部分。所以他吞下的其实是已经被锁住的戒指和锁。之后他从评委那里取来的钥匙并没有吞下，只是将它存放在嘴里，最后再吐出嘴里的钥匙让评委打开，从而创造了这个惊人的错觉。第2，躯干消失术。接下来你将会看到神奇的一幕，魔术师用紫色的布将女孩套住，并举起帘布，证明女孩还在那里，她并没有换位，腿就是她本人的。然后魔术师揭开挂布，结果惊人的一幕出现，女孩的躯干消失了，任双手在中间摆动，依然空空如也。那么她是如何在周围没有任何遮挡的情况下做到了呢？让我们揭晓它吧。其实第1个秘密被隐藏在裙子里，它有金属支架支撑，并连接着木箱。当床单盖住时，女孩会先坐下，然后躺进提前准备好的墙壁内部。此时这位女孩的脚依然在那里，但为什么打开时女孩的上半身依然存在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她还有个双胞胎姐妹。在魔术开始时，另一位早就躲在了墙壁后面。在第1个女孩躺下后，工作人员就会送出双胞胎姐妹。魔术师故意做出让观众看脚的动作，其实就是在为另一位出场拖延时间。等到另一位完全就位，助手就会将布套在女孩头上，这样就看不到替换的痕迹了。第1，悬浮的杯子。日本魔术师丹波曾在英国达人秀表演了一个魔术，他从瓶子里将液体倒入玻璃杯中，然后放开手，而玻璃杯神奇地浮在半空中，
让周围的人都惊讶不已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技巧在于，瓶子和玻璃杯之间连接了一根透明的细线，下面就是这个细线的制作方法。线的一端有一个小金属重物，另一端有个钩子，线上靠近金属部分还有一个小夹子。至于玻璃杯，中间横跨着一根薄而透明的线，钢丝的金属端进入瓶子里，而另一端则挂在玻璃杯内的薄线上，夹子固定在瓶口，以便实现举起的动作。在这个画面里，你甚至可以看到瓶口附近隐藏的装置。这就是丹波如何让玻璃杯在空中神奇的漂浮。之后，他解开钩子，将玻璃杯放回原位，结束了这个精彩的魔术。以上就是本期的10个精彩魔术了。其实魔术师更像是科学家或者表演家，他们用无尽的想象力和逼真的表演，创造出惊人的火花。每一个魔术都是汗水和智慧的结晶，而要揭开这些魔术，也需要花费不少精力制作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